最近这2天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挺开心的，而且是广而告之的那种开心。马克思刚刚发布了一份自己上任施政以来的成绩表，对其就任总统以来出访各个国家并拉来的投资进行了一番详细的统计盘点。成绩表中，国家总共有7个，拉来对菲律宾投资总额为629.26亿美元，其中包含印尼84.8亿。新加坡65.4亿，美国38.47亿，泰国46.2亿，比利时22亿，中国242.39亿和日本130亿。此外，菲律宾方面还表示，上述拉来的投资总额中，有价值43.49亿的投资方案已进入到了落实阶段，另外还有价值288.63亿美元的方案待确认，并进入到计划阶段。众所周知，近段时期菲律宾在对华态度上不能称之为友好，主要原因莫过于菲律宾在明知美国蓄意打压围堵中国，跟中国不对付的前提下，还一个劲儿的跟美国套近乎，往上贴，甚至主动开放9座军事基地，邀请美军进驻，在中国后院又打造了一个美军集结点。除此之外，菲律宾这2天还跟美国进行新的合作洽谈，希望能将澳大利亚和日本也纳入到南海联合巡航成员的行列。如果菲律宾的这一计划成功，那么美、菲、日、澳4国将组成常态化联合巡航舰队，日后出现在南海活动。只不过各路分析目前谁都不看好菲律宾的此项计划，原因很简单，中国必然不会允许美、日、菲、澳4国在南海随心所欲，来去自如。且不说中国在外交态度上如何反制，单是南部战区海军的目前实力，美国海军但凡进入南海，就会被追着到处跑。现在就算拉上几个实力远不如美军的盟友来，也无济于事。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能发现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菲律宾拿着中国的投资，还时不时收到中国援助的重要物资，结果非但不念中国的好，反而跟美国人眉来眼去。现在就成了拿着中国的钱，实际上看着反华的事儿。而且涉及9段线以内岛礁问题上，菲律宾也是动作频频，对我国的领土主权以及资源所属划分有非分之想。中菲2国关于仁爱礁之间的海上博弈也是至今没有停止的。现在菲律宾一面做着这些伤害中国的事儿，一面还炫耀着从中国拿到的天价投资比美日2国加起来都多啊！咱们这天价投资岂不是肉包子打狗，亏本买卖了吗？非但没拉到一个朋友，似乎还多了一个墙头草的敌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这242亿美元的投资并非是谣传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国与国的投资向来讲究的是一个意向和长期，不是说今天签了协议，明天就把钱从银行给你汇过去了。况且我们也需要知道呀，投资的项目核心要素便是赚钱，这和援助白给钱是两码事。按照我国近来对外投资的情况，能投出去242亿美元，必然就有比242亿美元投资更高的汇报入账。而且意向投资并非一次性，是一个分阶段的注资，有循序推进的过程。现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华并谈妥投资协定没多久，可以预料到我国的大部分投资项目也只是在初期考察、规划以及预备建设当中这时候说什么菲律宾能把我国的242亿完全揣兜里，然后跟美国好上了，套了咱的钱就跑路，那是不符合客观规律，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回首过去，我们不难发现，中非关系在某些领域的问题也不是一两天了。就像实行西式民主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菲律宾也有着一任新总统上来就是一个外交态度的新特点，并非是现在才出现的新情况。对此，我们也应该客观理性正确看待。杜特尔特时期的中非关系不是一帆风顺，同理，马克思时期的中非关系也不会尽量低谷。求同存异，搁置争议，谋求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始终是我国和南海周围东南亚一圈小国之间的外交之道。就拿当下来说，马克思可以把美军邀请下来，但绝无可能从美国获得如中国这般巨大的投资和经济效益，这是中国对菲律宾独有的一份优势。在后续注资和跟进投资上适当拿捏，可以让菲律宾清楚感受到我们在此方面的明确态度。可以说，现在菲律宾手里已经拿到了一张来自中国的支票，有可以预见到的巨大收益。但这个收益具体是多少，支票上的数字能填多大，就要看菲律宾自己怎么做怎么选，是选择和美国一条道走到黑，还是中美关系坚固，不伤及中国利益来确保自己不蒙受损失，这就要看菲律宾自己接下来怎么选。但究其根本，
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决定权始终掌握在中国手里，中国始终掌握着独立外交的自主权。实际上，给菲律宾的投资多多少少也是中国自己所说了算。菲律宾目的非常明确，也很好理解，就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反复横跳，玩骑墙术。既然菲律宾现在自己都知道美日加起来的投资经济效益不如中国一家给的多，那就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一旦撤资取消后续投资，由此会造成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将要付出的代价考虑清楚。中国有中国的底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等于无底线容忍，这是非常需要菲律宾时刻牢记的一点。